大家好，官方最新消息，制定 KYC 和主网迁移宽限期，迈向开放网络的战略步骤。正如 Pi2 Day 2024公告中所述，6个月的 KYC 宽限期及其滚动的6个月窗口宽限期于2024年7月1日生效。正如2021年白皮书中所定义和澄清的那样，宽限期对于为开放网络做好Pi准备是必要的。在此期间，先锋必须在前3个月内提交初始 KYC 身份验证申请，并在6个月内采取一切可用措施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为了使这些重要的截止日期突出和明确，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推出新的应用程序界面，包括最初在主网清单上的倒计时器，以及后来在主屏幕上的新横幅、弹出窗口等。这些界面更新将有助于通知并提醒先驱者各自的截止日期，无论是提交 KYC 还是完成主网迁移，并敦促他们尽快采取行动。这些宽限期界面功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迭代和改进，例如改进了卡住案例的计时器暂停并提供紧急程度。对于已完成主网清单并完全迁移的先驱者，他们将不会在应用程序中看到计时器，因为宽限期要求和截止日期不再适用于他们。为了在2024年实现开放网络，现在是制定宽限期和滚动窗口的时候了。KYC 和迁移流程已经适用于大多数网络，这意味着大多数先锋应该能够在6个月的宽限期内自行完成 KYC 和迁移。此外，我们在6个月计时器设计中加入了灵活性，以适应那些因特定系统阻塞或问题而在此过程中陷入困境的先锋。此外，在网络层面，宽限期的制定将积极改善我们在实现开放网络的 KYC 和迁移目标方面的集体进展。KYC Grace Period。 总体而言，宽限期旨在为先锋提供足够的时间通过 KYC 和迁移，同时为人们通过 KYC 并迁移到开放网络创造足够的激励和紧迫感之间取得平衡。这项政策的颁布将有助于加快我们向开放网络及其所需先决条件迈进的步伐，并帮助先驱者将更多的推荐和安全圈奖金转移到主网，因为他们的推荐团队成员越来越多。 Security Circle 已进行 KYC 认证并进行迁移，它还将防止超过6个月滚动 KYC 期限的未经验证的Pi迁移到主网，并避免给开放网络和网络规划造成太多的不确定性，这对网络和所有先锋都是不利的。相反，这样的Pi将来会被其他经过 KYC 认证的先驱者释放以进行挖矿。宽限期内会发生什么？宽限期为6个月，在此期间，先锋必须采取行动完成 KYC 并迁移到开放网络。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保留他们开采的所有Pi。如果先锋未能在前3个月内提交初始 KYC 申请，或未能在2024年7月1日起的6个月内完成迁移Pi的所有必要步骤，暂停倒计时器的特定系统块除外，他们将丧失资格。他们过去的大部分Pi余额，除了迁移Pi之前的最后6个月内开采的Pi，这是6个月的滚动窗口。由于特定系统原因而陷入 KYC 或主网迁移过程中，将不计入先锋的6个月内。具体来说，为了避免丢失大部分已开采的Pi，先驱者应确保他们在各自的截止日期内完成2个行动步骤：在宽限期的前3个月内提交初始 KYC 申请，这意味着截止日期为2024年9月30日，并且在6个月内完成主网清单已迁移到主网，这意味着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31日。每个尚未迁移到主网的人都会有一个单独的宽限期计时器，只要该过程正在等待用户操作，该计时器就会继续倒计时，并且如果个人在以下特定步骤中被系统阻止，该计时器将暂停。没有资格申请 KYC， 被困在 KYC 中流程超过1个月，暂定 KYC 状态，并且系统延迟从主网迁移。每当先锋程序中有待处理的操作，无论是重新提交、活性检查、信息更正、任何清单项目等时，倒计时器都会恢复。
假设先锋从暂停恢复时计时器上还有 X 个月的剩余时间，则先锋将有 X 或1个月的时间以较长者为准来完成 KYC 和迁移的剩余步骤。在各自的期限内完成上述2个步骤的先驱者将确保并保持他们开采的派余额。错过任意宽限期截止日期的先驱者将仅保留他们在首次迁移派之前的最后6个月内开采的派。他们的派之前被开采并可以保留的6个月滚动窗口是指他们第一次迁移到主网之前的最后6个月。注意，对于之前从未提交过 KYC 申请的先锋，他们的第一个截止日期是3个月，而不是6个月。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在符合资格后提交 KYC 申请。这样做的目的是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其余步骤，以便在6个月内处理 KYC 并迁移派。适用先锋的最初3个月期限也将在其计时器和界面功能中可见。各种先锋场景的宽限期示例。以下是一些场景，可根据先锋公司的具体情况帮助展示这些截止日期和要求。目前符合 KYC 资格的先锋的宽限期从2024年7月1日开始，他们需要在2024年9月30日之前提交第一份 KYC 申请，并需要在2024年12月31日之前迁移到主网。对于没有资格提交 KYC 申请的先锋，他们的计时器将暂停，并在他们符合资格后恢复。对于目前具有暂定 KYC 状态的先锋，他们的6个月计时器将暂停，并将在区块解决后恢复。对于 KYC 申请在 KYC 流程中停留超过1个月的先驱者，其6个月的计时器也会暂停，并在区块解决后恢复。然而，此类暂停将来将会进一步完善。计时器只会因系统原因而延迟而暂停。如果有 KYC 用户操作待处理，例如重新提交或额外的活性检查，计时器不会暂停。先驱者应在计时器倒计时内尽快采取此类必要的行动。对于新先锋，宽限期将暂停，直到他们完成30个挖矿绘画最短挖矿期，并有资格申请 KYC。然后，宽限期的2个最后期限随之而来。这也适用于2024年底后加入的新先锋队。如果先锋在截止日期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在 KYC 流程中执行待处理的用户操作，计时器将自动充值至1个月，以便有时间处理和完成 KYC 和主网迁移的后续步骤。如果出现新的主要系统延迟，将来可能会出现额外的异常或计时器暂停。我们会考虑它们，并在遇到它们时做出决定。鉴于这些截止日期的重要性，我们强烈鼓励先锋尽快开始他们的 KYC 和迁移流程。如果您是尚未下载 Pi 浏览器的先锋，请立即下载，通过 iOS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Store， 并导航到 Pi 浏览器内的 KYC 应用程序以完成您的申请。您的迁移步骤位于 Pi 挖掘应用程序 Mainnet 选项卡内的主网清单中，并且他们还要求您在 Pi 浏览器中执行操作。这对于网络增长意味着什么？宽限期不会影响新会员照常加入网络或免费挖矿，但会要求新先锋加入后在宽限期内按照相同规则完成 KYC 并迁移。这不仅不会影响网络的发展，而且还将确保和提高网络的质量，并确保更多的人加入是真人，经过 KYC 认证并在主网上完全准备好参与和贡献到 Pi 主网生态系统前进的道路。随着开放网络的推出， KYC 和主网迁移宽限期是我们社区为无缝过渡做好准备的关键措施。这段时期不仅确保先锋做好准备，而且还通过与我们白皮书中提出的核心原则保持一致来维护 Pi 的完整性。未来几个月至关重要，它们不仅仅是倒计时，更是对所有先锋者的行动号召，以巩固他们在 Pi 未来中的角色。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加强我们的社区，并确保每个先锋都能充分参与主网 Pi 生态系统。要了解有关 Pi Network 原生 KYC 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阅读完整文章和常见问题解答，解释它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以及它如何工作。KYC 是 Pi 为开放网络发布做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自己成为 KYC 验证者，并邀请其他先锋同行完成 KYC 并迁移到主网，帮助 KYC 推动更多先锋的发展。